去告诉我爹，昨晚带回来那几个犯人可以马上审判了，这苦主已经到了。对了，我娘姓兰，所以我叫婉傲兰，你叫什么呀？咱们这么投缘，以后我去找你玩呗。我叫芳菲。你不是说你要去布庄吗？待会儿我陪你去。这溧阳县最大的一家布庄就是我娘开的，我让他们给你便宜。婉小姐，你太客气了。今日的案情很顺利，当场人证那么多，所以婉县令当即给那几人定下蓄意谋杀，谋杀不成还想绑架和拐卖的重罪。这罪名可就大了，坏人被收监，芳菲也就放心了，顺便找到师爷，将自家大哥大姐的卖身契也从奴籍上销毁了。婉小姐，今日之事若不是由你出面，应该不会这么顺利的。但今日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办，下午还要赶回溪水镇，下次若我再来溧阳，定然好好拜访婉小姐，感谢婉小姐的仗义出手和婉大人的公正廉明。你不是说要去布庄吗？走，我陪你，有我在，布庄的掌柜也会给你面子的。这就是婉小姐你娘的铺子啊，好巧啊，上次我也是在这间铺子里买的布。太好了，以后你再来，直接让这儿的人去通知我便是，我陪你逛。大小姐，你来了。哎，这位姑娘，你又来了，原来你和咱们家大小姐还认识啊。掌柜的你好，姐我还是来买布的，依旧老规矩，颜色艳丽一点，轻纱、厚纱、绸缎的都要看看。直接招呼起小二拿样品了。很快就拿来。以前呢，不知道你是大小姐的朋友，今儿知道了，自然都得给你算便宜了。那就多谢掌柜了，但也不能让你们家夫人赔本才是。姑娘年纪不大，倒是个会说话的，怪不得能和咱们家大小姐走到一块儿呢。正欲要让掌柜的算账时，就见一个小二外面抱着一匹布走了进来。掌柜的你瞧，这一批的丝绸不行，我让送货的带回去，他在那里苦苦哀求，快瞧瞧，夏季谁要这种硬邦邦的料子？那人说愿意一匹便宜一半的价格卖给我们。掌柜的，您看这怎么办？这应该是在制作中没把握好火候，或是其他工序没到位，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算了，就算这批货便宜一半，我们也不能压在手里头。穿丝绸的都是有钱人，人家肯定会挑剔的。你去回了那人的话，就说这批货我们不收，让他们尽快在半个月内给我们送来订的原货，不然以后我们就找其他人订了。小二闻言，抱着那匹布就走了出去。掌柜的，我选的东西等一下来算账，我出去一下。小二哥，你帮我说说好话吧，我还等着这一批货的货款到账，回去给蚕丝商和工匠结银子呢，总共才100匹。求求小二哥，帮我美言几句，我真的等着这笔钱急用呢。掌柜的说了不要，我也没办法，你拿去问问别人吧。你的这批货可都是那样硬邦邦的，都有些什么颜色啊？小姑娘，我不卖零的，至少得1匹1匹卖。如果你能买1匹以上，我给你说说。我要粉色、嫩黄色、大红色、翠绿色、深绿色、淡紫色的，有纯白色的也可以。你们家大人可在呀？你能做主要这么多吗？这些颜色我车上都有，若你要，我明儿个就给你送来。我自个儿就能做主，先看看你的货吧。芳菲一一看过，很满意这色彩的鲜艳度，只是她很好奇，为何好好的丝绸怎么会搞成这样？实不相瞒呢，我们家的丝绸庄子刚刚传到我手上，以前我没管理过，更不知道这技术的关键之处。我父亲还有2个哥哥送货的时候，不慎跌下了悬崖，连人带车一起没了。这技术就在他们的手上给断送了。我也就是个半吊子，这布料的确是工艺上的问题，是我没把我爹的技术学到手，丢了祖宗的脸。这些丝绸你打算卖多少钱1匹啊？如果价格可以，我能给你买一些，也当是帮你销货了。同情归同情，他也要养家糊口的。姑娘，这些若是正常卖的话，得卖5两银子1匹的，既然它都是瑕疵品了，姑娘给个2两银子1匹就是。哎，方妹妹，你要这些丝绸做什么？
又不能裁衣服。我是有用处的，放心，我不会瞎来。二妹，若是你觉得这些布有用处，囤上一些也是可以的，但也不要压太多了。这样，除了红色的要15匹，其余的各自要5匹。你家中白色的还有多少？若是可以，你能将你的地址留给我吗？白色的我也需要，到时候我直接去找你。好嘞，姑娘你如此爽快，我送你2匹粉色的。那就多谢大叔了，麻烦你帮我办一下货，我进去结账，待会儿出来给你结算。姑娘，你是大小姐的朋友，这些呀都给你便宜算的，一共是32两5钱60文，那60文就不用给了。多谢掌柜和婉小姐了。待会儿他还得付外面那些丝绸的银钱。芳菲咬咬牙，暗暗给自己在心头打气。所有东西都装好了，芳菲便是和婉傲兰提出了告辞。这么早就要回去啊？人家还想请你吃个饭呢。小姐，方姑娘回溪水镇得3个时辰呢，现在赶回去都要天黑了。好吧，那方妹妹你什么时候再来领养？你可一定要来县衙后院来找我玩，下次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我娘还开了一家酒楼呢。今儿婉小姐帮了我这么多，该我请客才是。下次来领养，我请你可好？好，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。哼，败家玩意儿，赚了那么久的辛苦钱，一下被你全部变成一堆残次品了。我看你怎么把它们变成现银。菲儿，这些是丝绸，怎么我看不像啊？还没有见过这样面料的丝绸呢。那个有点残次，价格还便宜，但我觉得很好用。大姐你看，这也算是残次品啊。我倒是觉得这布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，根本不用边上缝细铁丝了，一朵花瓣直接就能捏成。大哥，今晚的花瓣够了，你去休息吧。没事儿，我陪着你们。改明儿空了，我得再给朵儿做几个布，今日是没时间了。大姐，我记得你会编花篮是吗？二妹，你可是要？这手艺我是跟奶奶学的，你要的话，明儿一早大姐去村尾砍竹子给你编一个。那太好了，明日镇上的酒楼不是开业吗？我就是想要给酒楼送个花篮，花篮里插满我们做的仿真花。家里现在都没假花了，现在这个时候再做。不用，我去山上捡蘑菇的时候，知道哪里有很多鲜花。明儿一早我进山去，大姐，你和大哥去砍竹子。趁着自家大姐洗漱去了，芳菲抱着幽冥虎赶紧追问：你确定那一片地儿的花现在还开着？开着的，是个山谷，明天我带你去看你就知道了。翌日，芳菲是被幽冥虎叫醒的。本神兽已经让你多睡了好一会儿了，跟你呢，洗漱好了去山上。幽冥虎何时这么体贴啊？一到了山上没人的地方，幽冥虎直接将芳菲收到了他的空间中。这些花应该是那木屋以前的主人种的，不然品种怎么会这么多呢？那边有一株五色牡丹，我觉得那个挺稀奇的，你直接用盆一装，送给玉染意，他绝对喜欢。幽冥虎，白无常不是让你不要露出真身吗？可我都见你露了好几回了。切，阎王又不来阳间，他管得着吗？大白天的，尽是会做些美梦。镇上，碧月楼刚刚打开门，就听见对面一阵爆竹声响起。小二看着那对面的爆竹声，心下不好，赶紧去拍自家掌柜的门了。掌柜的，不好了，快，对面的桂花酒楼有动静了。你说啥？桂花酒楼有什么动静了？掌柜的，那边在放炮竹，已经将大门打开了。依照规矩，看来是要重新开业了。这桂花酒楼究竟想要做什么？这神神秘秘10来天了，居然里面连新子都给换了，这是想要给我一个措手不及呀！你先观察着，老夫我先回去洗漱一番再来看看。老夫倒要看看这桂花酒楼卖的什么关子。媳妇儿，今儿辛苦你了，这厨房的活儿我也帮不上忙，这么多人给你打下手，我趁着这空档回去将孩子和爹娘接来。刚刚公子说今儿开业，让将家里人都来。爹，你咋回来了？爹回来接你们去镇上的，你大哥大姐他们呢？在隔壁编花篮呢。你回来的正好，要不然好几个花篮还不知道要怎么带上路呢。花篮？什么花篮？送给酒楼的？对呀，就是开业花篮。人家公子那样的能缺啥呀？咱们只能送对口的了。这里应该还没人送这个，正好图个喜庆，再图个新鲜嘛。
这花瞧上去不错啊。那书上不是说富贵人家都喜欢牡丹吗？文人都喜欢兰草吗？悠悠还真会帮你找。好了，爹，你快去帮我把花篮拿过来。咱们也去，这有些不合适吧？你爹刚刚把竹子砍好，都去地里了。地里的庄稼又不会跑，这是公子交代了的。哎，算了，娘，你们快一点，编好就将花篮给菲儿送去。他都等急了，我去和大哥二哥说一声，然后就去地里把爹叫过来。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脚掌怎么有血？没事儿，被那田里的红虫子给夹到了。什么红虫子？还夹人的啊？小龙虾？这个时候怎么会有小龙虾？每年这个时候，这玩意儿就猖獗得很，下地不小心就会被夹。你这败家玩意儿，长这么大下了几次地？你知道个什么？爹，我回来带你们去镇上酒楼吃饭呢，就是我媳妇儿帮工的那个酒楼，今日开业了。公子邀请咱们一家子都去吃酒，我忽然想到这玩意儿可以做一道很美味的菜肴，我决定捉一些去酒楼，让我媳妇儿给咱们弄一大盘。爷，你先在这里等着我，我回去拿桶来装。这玩意儿能吃，还带去酒楼吃，会不会将这重新开业的酒楼招牌给砸了呀？这都4时钟了，这吃饭的好像还没人。公子，咱不会空欢喜一场吧？不是才40吗？吃饭一般都是50，不急。颜柳就听了这么2句，也不好再继续听下去了。严婶子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怕大家努力这么久，这心血都白费了。你们担心是正常的，我也担心啊。不过那宣传单也都发出去了，应该多少都会有客人来的。等他们吃过我们的菜肴之后，还怕没有回头客吗？就如公子所说的一样，不急，急也急不来。严妹子，你快去看看，你家程海让马车送了几桶红虫子来，他们还要等一会儿才到，还说将这些红虫子先交给你，你知道怎么处理。哎呦，今儿酒楼开业，程海兄弟怎么瞎搞啊？那玩意儿怎么能送来酒楼？难道还想炒菜装盘上桌不成啊？走，跟上去看看。快，将他们拿到后院阴凉处，再找几个大木盘，将他们都倒出来，别闷在木桶里给闷死了。对面的碧月楼掌柜踮着脚尖的往这边张望着。你瞧见那桶里装的啥没？没瞧见，好像都用芭蕉叶子盖着呢。严婶子，这是红虫子呀，我吃过的。嘿，没想到你这小家伙还挺能耐的，别人不敢吃的，你倒是敢下嘴。严婶子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看你那高兴劲儿，难道这东西还真能吃不成？看上去就好吓人，不会把人吃出个好歹吧？这红虫子太难听了，一听虫子谁还敢吃啊？改名，必须得改名，以后咱们呢就叫它龙虾。小龙虾，你们没看见吗？它其实啊同河里的那些河虾、海里的大虾都很像的。咱们这镇上读书人多，那就以鱼跃龙门中的龙来取名，肯定受那些读书人的追捧。不成，嫂子万万不可，这字儿可只有天子才能用的。你这样若是传到天子耳朵中，那可是要犯杀头之罪的。那倒是哈。哎，那公子你重新起个名吧，反正不能叫虫子。婶子，咱们先别说名字了，问题是大家都知道这东西不能吃，做出来那也是浪费调料啊。玉染一话落，一辆马车在人群后面停了下来。方叔来了，菲儿和方老太、方大爷他们怎么还未到？他们在后面，这车里有我们一家子的一点心意，这是菲儿想出来的，就是为了图个热闹和喜庆。他们随后就到，这是小女芳菲想出来的点子。咱们乡下人家也不知道送啥，正巧他说这样显得酒楼开业隆重，更能营造气氛。恭喜公子酒楼再次开业，这是我和大哥大姐一起为酒楼准备的开业礼物。你瞧这牡丹多好看呀，还是5种颜色的呢，还有这兰花也挺不错的，摆在柜台或是玄关处正好。这就是牡丹花中的翡翠5色。我们一介乡下人家哪里知道这牡丹叫什么，也就是见它好看特别，才将其当做开业礼送给酒楼的，还望玉公子不要嫌弃才是。嫌弃？菲儿你在说笑吧？哎，等等，这兰花你也能找到？这玉染液过去莫不是都是装的？山中珍奇异草自然多了，我们也还是运气好，就给遇到了。菲儿，这2盆花其实真的……公子，
吉时到，要挂店招了。如此，玉公子还是赶紧的忙正事儿吧，待会儿客人都该上门了。菲儿，待会儿我们再聊。掌柜的，今儿天热，咱们准备了这么多食材，都午时了，可还没有一个客人上门呢。滚开！媳妇儿，这个小龙虾好大个，你端出来给大伙尝的吗？什么小龙虾？这叫小红虾，别乱叫。今儿酒楼开业，咱们酒楼东家做主，新店开业大酬宾。进酒楼用餐的每一桌，一概都送一盘最近京城达官贵族们最爱吃的小红虾一份，味道鲜美，肉质 Q 弹，先到者先送。听见颜柳抛出来的噱头，玉染意不佩服都不行。只是这玩意儿真的能吃吗？来，大家可能是没有吃过这玩意儿，我示范给大家看看啊。我们能尝尝吗？自然能。来，谁要尝的都来。爹，我也想吃。看来今日娘是没时间弄给我们吃了。没事儿，你娘的事业才是大事儿。咱们啊，可别只顾着吃去了。看来今日这开业，比预想中的效果还要好。开业就送的美味小红虾，送酒菜，送美酒。听说今日重新开业的，单子上都印了，进去还送小菜和酒呢。哎，你瞧，这么多人都去，味道肯定不错，咱们去试试。是那碧月楼的菜，都吃了这些年了，早就腻了。哎呀，快，鱼杀好了没啊？哎，还有蒜头，蒜头给我用菜刀拍，这样剥起来才会快一些。这洗好的小红虾，先给我放进大锅里油炸，变红了捞起备用。我这边还有几道炒菜，起锅之后马上来炒小红虾。朵儿，今天人多，你可千万别去前面。朵儿长得这么乖巧，万一是被人贩子给盯上了，那就不好了。玉公子不用管朵儿，朵儿就在这里乖乖坐着，哪也不去。玉公子，你去洗小红虾吧。钱塘又在催促了，那可是银子，咱们不能让到手的银子就这么飞了。好，那你就端个小板凳，去那屋檐底下坐着，那儿阴凉没太阳。我不是让你叫我易哥哥吗？你再这样，以后易哥哥不给你买冰糖葫芦了。公子，求你就别添乱了，你实在是闲得慌，不如出去帮着招呼客人吧。今儿小二本来就不太够用。易哥哥，过来坐，咱们一起躲阴凉。看来你还是不要给大伙添麻烦了。公子，有人100两银子要买方姑娘他们送来的牡丹和兰花。去回来那客人说那2盆花是朋友送给本公子的开业大礼，不卖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公子，我们家公子说那是朋友送的礼物，不能卖。如此，你可帮我问问，我愿意加价500两，不，500两1盆。公子稍等，小的这就去问问我家公子。孔兄，你这是何必呢？有钱也不是你这样烧的。500两1盆，看来是遇到一个识货的了。菲儿，你送我的那2盆花有人要买，不如这本我将卖了的银钱给你可好？啊，那花不是送给玉公子你的吗？就算要卖，那银钱也不该我得呀。玉公子，你自个儿看着办就是。好，既然是菲儿送的，那我就不卖。听见没？去回了那人的好意，让他甭出价了。这花本公子不卖。小二心想，自家公子这明摆着就是故意整人家方姑娘的。方姑娘要是知道那2盆花能卖1000两，她能不要吗？掌柜的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这样下去，咱们酒楼的客人还不得全部被桂花余生请安好给抢光了。今儿本是书院休沐之日，食材也准备的格外多，本来还有2桌人的，谁知这看到对面人多，还送菜送酒，纷纷都跑了过去。这样下去，对咱们一点都不利呀！让人马上去村子里给我收红虫子去。得嘞，这就去。菲儿，本来说今日和你谈谈的，看来这只得明儿了。无碍，酒楼生意能这么好，我们也高兴。这毕竟有我爹娘的心血在，我们自然是希望看到酒楼一直红红火火的。正巧我们下午还有事儿，就不打扰了。改明儿我再来就是。爷爷奶奶，今儿我们去不但是想要看看小弟，主要是看看那边能不能同意小弟回家。
我们兄妹3人去就是。若是咱们都去的话，指不定这阵仗就将他养父母给吓着了。以后想要见小弟，他们肯定会百般阻挠。今儿你们就和爹他们先回去，家中就大堂嫂还有桃儿姐，我也不放心，我去探探他们口风，回来就给你们禀报。好，你们兄妹去问问，那家人能同意你小弟回来，不管什么条件，咱们现在先答应着，回头再一起想想办法。现在你爹娘也能赚钱了，你们几个小的也有本事，咱们大家子一起努力，就没有办不到的事儿。好的，爷爷，你放心，不管怎样，我们也要把小弟带回来。蒋婶子，王大叔，谁让你们来的？你们走，快走！蒋婶子，你别这样，我们只是想来看看小璇，你先让我们进去再说，行吗？蒋婶子，我们是来跟你讲道理的，你再是这样，我们如何交流啊？谁要和你们讲道理啊？你们滚，不准再来我家了！蒋婶子，你这样拦着也是无济于事，就算你不让我们见，我们也是有办法的。我们之所以直接来你家，就没有想着偷偷背着你去见，说是我们背着你见，你才更担心的呀。你们究竟想要怎么样啊？哎，你们方家人还要不要脸了？还要不要我们过日子了？我这儿子要是也不说，那也是你们害的。蒋婶子，我说话可能会直接一点，但我们真的没别的意思。我们知晓蒋婶子你不能生育，可小寻毕竟都8岁了才来你们家，她对家人的记忆无论如何也是磨灭不了的。如今我有个2全其美的办法，我们赚钱给蒋婶子你治病，你让小寻跟我们回家可好？你个小丫头片子，嘴巴怎么这么毒啊？你蒋婶子，你不要怪我将话说的这么直白，有病就得医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若是你不愿意，我们可以立字据。其实你还这么年轻，谁说你就不能生了？或许是你没有遇到好的大夫而已。你不去试试，你就这样的放弃了吗？蒋婶子，其实我们也不着急将我家小弟带回去，但你这段时间可以好好和王叔想想我所说的问题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会将小弟这2年的花销补偿给你们，另外还带你去看病，趁着年轻生一个自己的孩子。大庆哥，他们是小宝的哥哥姐姐，快把他们赶走！我们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来看看小学。还有，刚刚我二妹的话已经和蒋婶子说过了，蒋婶子会将我们的意思转达给你们。看样子小寻是不在家了，那我们改日再来。阿妹二妹，我们现在直接去他们镇上，或许能赶上小弟下学。先找人问问吧，万一是扑空的话，我们还不如就在村口等着。如此也好，你们去车上等着，我去打听。小弟还有1个时辰左右才会回来，我们现在去镇上，我已经打听到了小弟所在的那所私塾了。小姑娘，你找谁呀？婶子，我找下方寻，我是她二姐，我有要事与她说，麻烦婶子帮忙叫她一下。方寻？我们家老爷的学生里没有这个叫方寻的呀。小姑娘，你是不是找错了？哈，你说的是王小宝啊？那你等着啊，我去给你叫人。不知道小弟看到我们会不会开心？小弟看到我们固然开心了。大哥，瞧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对，瞧我这张嘴，我胡说八道。小弟，大哥、大姐、二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小弟，我们先去了王家，你养父母的反应你应该清楚。如今家里不一样了，爹娘若是今日走得开，也会一起来的。咱们长话短说，指不定你那养父什么时候就赶来了。这里是5两银子，你放在身上藏好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用得上了。对了，王家人对你怎么样？可是像表面上那样对你好？大哥你别急，就算是王大庆来也没事儿，咱们慢慢和小弟说。瞧你那心急的样子，小弟都给吓傻了。小弟，你咋想的？我们想要将你接回去，比以前更容易了。只要你点头，回头我们就去和王家人谈。大哥，不要催小弟。小弟在王家生活了2年，王家人对他也不差。这事儿，你得让小弟想想才是。不急，小弟现在过得也不错，等他自个儿想明白也成。大哥、大姐、二姐，我很开心你们能来看我，我也很高兴爹的迷途知返，也高兴
咱们娘不再那么软弱，至少这般，你们还有朵儿，也不会再过以前的那种苦日子了。说实话，我心里是恨爹的，同时我也很感激着他。若不是他，我也遇不到我的养父养母，人心都是肉长的。和他们相处2年时间了，从一开始的抵触，到后来慢慢被他们的亲情感动，到现在的感激。说实话，不管怎么样，就算咱们方家现在家财万贯了，我也不想丢下他们，只是我也放不下你们。我很为难，我想努力读书，争取考个秀才来报答养父养母的养育之恩，也让他们在村子里抬得起头做人。就算是为了不让养父养母在村子里被人戳脊梁骨，被人看不起，我也不会弃之他们一走了之的。大哥、大姐、二姐，你们能理解我吗？小弟，你很棒，小小年纪就懂得感恩，二姐都为你感到骄傲。好样的，你有这样的想法。首先，二姐很支持你，至少这样说明咱们小弟是个知恩图报之人。王家人虽然在你8岁的时候才领养你，却没在乎你有对原生家庭的记忆，一如既往的不顾一切的对你好，还将他们力所能及的好东西都紧着你。这点二姐和家里人都对他们王家人感激不尽。但二姐不希望你小小年纪就背负太多责任，以报恩为由让自己承受太多。对于王家人的恩情，我们和你一起还。如果你不愿意回去，我们也不为难你，但你要记住，我们也永远是你的亲人，我们永远都有割舍不断的血浓于水。那银子你拿着，你也可以交给你的养父养母，毕竟他们在你的身上也花费了不少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将我们的态度转述给他们听，就算你不回方家，但我希望将来我们2个家庭也能当作是亲戚一样走动。希望下次我们来看你的时候，王家人也不要再那样反对了。二妹说的很有道理，即便我们万分不舍，我们要尊重小弟自己的选择。将来我们盖了大房子，人家会给你留一间屋子，你不管何时回来，你依旧是我们的弟弟。谢谢大姐，也谢谢大哥、二姐。将来我也要努力，争取考个秀才，考个举人，也能保护你们。傻孩子，你二姐的话是白说了，你二姐让你开开心心就是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。哥哥姐姐们，代我向爷爷奶奶问好，告诉他们小寻心里也挂念着他们的。好，这话大姐帮你转告了。你说那孩子真的那样说的？当家的，你这啥意思啊？你这副样子耷拉着脸，究竟在想啥呀？咱们小宝如此懂得记住咱们的恩情，你不该高兴吗？那方家人也是，当初那方澄海自己不是个玩意儿，现在后悔，那也无处说理去啊。还有，以后咱们得防着点儿，可不能让那方家人随便来看咱们家小宝了。就算他们方家现在日子好过了，但时间一长，万一是他们用好东西将小宝的心给哄骗走了怎么办？爹娘，你们来抬一下小宝啊，这些东西怎么回事啊？这些是我哥哥姐姐们买给我们的，他们是想感谢爹娘对我的好。这里还有5两银子，娘你收着。还有2个月，不是又要交秋季的束修了吗？娘，这是哥哥姐姐们给你和爹买的，你们养育小宝辛苦了，什么好东西都紧着小宝，你们自个儿都穿粗布衣服，这是要给小宝做细棉的。正好这2匹布，爹和娘你们也都各自做2身新衣吧。对了，天热那肉不能久放，娘你晚上就做上一些，爹干活也辛苦，晚上正好下酒，我去做功课了。当家的，这方家人啥意思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或许啊，他们就是想感激我们。去吧，今晚做白米饭，把那肉也炖了，给小宝补补。别婶子，公子在前堂等着你，这有冰镇西瓜，从宜南军快马加鞭送来的，还放在井水里冰过的，我特意给婶子你留着的。这西瓜可是好吃。还行，比较甜。那婶子多吃几块，今儿天热，婶子还在厨房里待了这么久，辛苦你了。哦，对了，要是婶子喜欢吃，我让京城那边的人留意一下，若是还有番外水果来，我立马让人快马加鞭送来。哎呀，这叫西瓜呀，还是番外来的货啊，怪不得这么好吃。哎呀，我这乡下人家就是没见识，居然将它当成甜瓜吃了，瞧我这脑袋都给热糊涂了。哎，那这么珍贵，
那我得将这种子留下来，指不定回头还能点出几株瓜苗，自己种几个瓜来吃呢。哎，其实公子太客气了，哪怕就算我喜欢这东西，那是啥子瓜，那你也不能从京城送来呀，这太浪费人力了。不用啊。公子，今日的营业额已经算出来了。这上面写的什么？多少来着？严氏，你别激动，今儿的一切成功，反正都是你的功劳，不急。我念给你和公子听听。我为啥不急？哎，这可是关乎我月前是否有10两银子的事儿。哎呀，乔掌柜你就是磨叽，回头我也去找个人学识字儿，就轮不到你在这嘚瑟了。这有啥好难的？婶子如此聪明的人，想要识字儿，回头空来，每日找乔掌柜请教一下，以少击多，用不了多少时日，就能将签字文上的字儿给学会了。乔掌柜你就别卖关子了，直接念账本上的数目便是。你说什么？今儿会员预存就有56人？是啊，56个人，就光是预存的银两，在咱们酒楼就280两了。这种办理会员的方法，不只可以拴住客人，还能用会员的银钱扩张店面，亦或是让酒楼的周转银子不那么紧张。所以啊，做生意不只是要赚别人的钱，同时要学会钱生钱。看来做生意也是看天赋的，怪不得菲儿小年纪就如此有做生意的脑子，这也是遗传了婶子你的天赋。多谢公子夸奖，所以说公子你也是个有眼光的，要不然当初你为何会选择相信我呢？乔掌柜，快说说今日的营业额有多少？今日的营业额很可观，就小红虾和松鼠鱼2样，就帮酒楼卖了20两左右。另外还有你做的好些样小吃，和蒸菜炒菜也卖得不错。哎呀，废话真多，乔掌柜你就直说总的数额。好吧，今儿菜肴上的营业额总共是54两银子，酒水上也卖了13两左右。今儿这收入确实不错，毕竟溪水镇只是一个小镇，每道菜只能卖到这个价，能有这样的营业额已经是不错了。公子说的是，我不该有急功近利的思想，现在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我是打算以后每个月都推出一道新菜，这样也能让酒楼在客人的心里保持着新鲜。公子是要我签订长期劳务合同？什么是长期劳务合约？就是长期帮公子的酒楼做厨子。婶子误会了，之前我的确是如此想的，可见识了婶子你真正的实力。公子，你说话能否直接一些？小夫人我今儿啊可是累了一日，好几天都没有回家了，现在只想回家好好的休息一下，明日才能有精神继续为公子你卖命才是。辛苦婶子了，婶子如此辛苦，其实我有个好办法，能让婶子觉得辛苦也是有所值的，内容都写在字据上了。我不识字儿，再一次郑重声明。抱歉，那我就长话短说，我打算将名下所有酒楼交给婶子你来管理。自然管理不是像乔掌柜那样，而是经营方法，还有酒楼的所有菜式。条件就是所有酒楼的收益，婶子你占20%。公子好算盘呀。严氏，你这话是何意？咱们家公子仁俊心善，你岂能这样说公子？乔掌柜，本公子让你说话了吗？是奴才多嘴，还请公子降罪。乔掌柜一把年纪了，他也没别的意思，今儿累了一天，公子啊，还是让乔掌柜起来吧。既然婶子都帮你求情了，下不为例，下去吧。婶子可是想好了？既然公子如此看得起小妇人，我哪能不同意？只是公子就只给2成吗？3成难道公子给不起吗？3成不是不可，这合约的时间可以从3年改成5年了。哎呀，公子3年之后就想一脚踹了我不成？你这算盘还真是打得啪啪作响啊！婶子说笑了，只是怕婶子不喜欢束缚，毕竟婶子的性子跳脱，也自己有主见。若是婶子愿意，我们签订10年也是可以的。公子，不如就这般，我给个意见，你看行不？签3年也不是不可，5年也行，但是呢，这期限内你得给我3成利润，
期间到之后，我们续约，酒楼我不再提供任何的管理和菜方，以后酒楼不得关门。公子若是利用我的菜方重新开酒楼，那利润也有我的份儿。合约一满以后呢，我就当甩手掌柜。公子将所有营业酒楼的所有收益给我一成就是，就算是我死了，这利润也得由我家里人继承。好，婶子的提议我全部接受，我也相信婶子不会辜负我对你的期望。明日我重新准备一份字据。今日婶子可是要回家，我安排马车送你。好几日没有回家了，我那些孩子啊也得好好的陪陪了。那就多谢公子了。你们可是看到小寻了？看到了，都怪你，要不是你，小弟现在也和我们在一起了。爹，是人就会犯错，你过去犯的错的确是不可原谅，但你现在的改变我们都看在眼里，大哥心头有气，你就不要往心里去。有朝一日你的改变大哥会看到的。小弟的事情有些复杂，现在不是王家人的原因，而是小弟自己不打算回来了。他说王家人对他有恩，他不会离开王家。小弟也是个有主意的，我们也不好多说什么，我们只得先答应他。爹，我们都知道你想要弥补和改正，我们也都看在眼里，你别担心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小弟就是感恩王家，也不忍自己离开王家后王家人遭受别人的非议，要解决问题其实很简单，回头我会让人帮我找找有没有好的大夫。若是小弟的养母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，小弟回家也就有希望了。对对对，菲儿说的对，人家王家人对小寻好，咱们也不能那么没良心。找大夫，他们王家人看不起好大夫，那我们方家人一起凑银子给他们看。爹，我去求公子，公子身份不凡，我去请他帮我找大夫，我一定会将小寻带回来的。好，你个混账玩意儿，爹就信你这一回。阿元，以后咱们睡一张床，等我小弟回来，这张床也能睡得下我们3个。谢谢你方烈，给婶子和方叔还有大姐菲儿，你们添麻烦了，我以后报答你们。傻孩子，说什么胡话，别说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，当初若不是你，咱们家方烈这条命都没了。要说感谢，也是我们方家感谢你。阿元，你大姐将洗澡水放灶房了，你去洗洗，待会儿过来就能休息了。今儿除了你们小弟不在，朵儿也在呢。娘有件事儿想问问你们的意见。娘和你爹打算收养阿元，但这件事情要征求你们的同意。我没意见，那样朵儿就又多了一个哥哥了。等小哥回来，朵儿就有3个哥哥了。爹娘，我也没有意见，我会将他当亲弟弟一样看待的。阿元身世可怜，我们对他好也是应该的。恭喜爹娘，喜提一子。方成海来到村长家，提出想在村子里买宅基地的事儿。成海兄弟，你家那块地儿就不错，那旧院子推了重盖，挤一挤，盖个6、7间屋子也是可以的。为啥要花那个冤枉钱重新买块地儿呢？多谢村长为我们考虑，只是家中孩子较多，一个个的都快成年了，将来不管是嫁娶也得有自己的屋子。我和我家媳妇儿也喜清静，合计就重新买一块宅基地，将来孩子成亲也能住得开。这宅基地啊，它不比田地。咱们大康朝对宅基地，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管制。这片地儿呢，一般都是按亩计算，1亩宅基地合着各种杂税，差不多3两3钱左右。若是你们喜欢清静，倒是小山山脚那边比较适合。方成海不是过去的方成海，他打算回去问问自家孩子们喜欢哪个地方。你个小丫头，怎么会拿这种药方来？帮一个婶子求来的。不知大夫你们这儿可是有上面的这些药？大多数药材我们这里倒是能抓上，只是有一位百年野山参，咱们这样的小医馆可没那玩意儿。10年的倒是有。你这方子看上去很奇怪，说是助孕的药方子呢，里面却有些药材又是毒药。可能是老夫才疏学浅，
不懂这药方子的奇妙之处。不过丫头，老夫还是劝你一句，这药方子得谨慎，毕竟是要吃进嘴里的，要是闹出人命来，那就不好了。哼，你个死丫头，你居然怀疑本神兽！你若是信不过本神兽，那就别用那药方子，另请高明。那个，其实我是有一点怀疑，不过转念一想，你怎么能害我呢？对不起啦，你就别生气了。只是你为何不告诉我，这上面还有一味药是百年老参呢？这百年老参一听就很贵吧？但这药也不得不抓，只是我们修房子的事肯定要耽搁了。你这个小白莲，你这什么口气？你逗本神兽很好玩是吗？本神兽告诉你，那房子必须得修，马上修，又没让你买一株，药方子上写好了就要20颗而已。你哭什么穷啊？你别想让本神兽上山给你采去，上了100年的山参，那都是快有灵智的了。本神兽才不会去破坏人家的修炼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我不是不知道这些吗？若是那样，我肯定不会让你这么做的。那今儿时间也不早了，明日再去县城看看有没有百年老参。我们去白鹿书院打听打听，也不知他们招不招未曾启蒙过的人。而且我家大哥和二哥那年纪也不小了，实在不行还得给他们另外找私塾。麻烦，考狗屁的秀才啊！依本神兽看，你大哥骨骼倒是适合练武。悠悠，你的意思是我大哥若是在你的点拨下，很有可能会将武功练得很高？本神兽指点一个凡人而已，那都不是问题。不过也要看那小子的造化怎么样。本神兽对你们家人好吧，都开始主动为你家人规划人生道路了。算了，若是我大哥真的武功高强了，注定他这一生都不会平凡。我大哥，我只想他开心快乐，平平安安，一辈子就成。我可不要让他因为自己有了武功后，就英雄主义上身，做些危险的事儿。这事儿我得想想之后该如何告诉我大哥。你个无知的女人！算了，就当本神兽自作多情，不管闲事。二位公子，冒昧打扰一下。小姑娘，我们书院今日休沐，好些学子都回家了，你可是要打听人的？我不是来打听人的，我是来打听事儿的。也没想到今儿是休沐，刚刚正欲要离开，就看到二位公子从里面出来。瞧公子们的打扮，应该是这书院的学子吧？我就是想向你们打听打听，这白鹿书院可是会收尚未启蒙过的学生？你家中可是有人想要来白鹿书院上学的？我家有2位兄长想来试试，毕竟他们年纪也大了一些，还从未启蒙过，所以我就想先来打听打听。小姑娘，我们白鹿书院之所以如此出众，那是因为这里的学子基本上都是优秀的。这学院里好些学子可都是外地而来求学的，而且想要进启蒙班的话，那更是苛刻。首先这岁数就是个关口，你的2个哥哥起码也有10来岁了，所以你也甭打听了，那是根本就不能够想的。小姑娘，给你个建议，若是你的兄长想要读书启蒙，最好先去找个先生，要想进这白鹿书院也不是没机会，只要在16岁之前考上童生，成绩优异者，书院也是会录取的。好了，我们还要去吃饭，待会儿去晚了又得排队，就告辞了。多谢二位公子指点，那就不打扰二位了，告辞。今儿余生请安好，一大早开门就遇到了一件恶心的事儿。因为不知是哪个缺心眼的玩意儿，在他们酒楼大门口倒了一大堆的小红虾，全都死透了。这大热天的还招惹来一群的苍蝇，差点没将乔掌柜给气晕过去。我猜这事肯定是对面的碧月楼干的。严婶子，你昨日在厨房里忙活，你是没看到。昨日那碧月楼的掌柜在他们酒楼里望着咱们这边，望了整整1天。我猜想他昨晚睡觉脖子都是酸的。昨儿他们酒楼零零散散的，有2桌客人罢了。这碧月楼肯定是看我的小红虾卖得好，还生意火爆，这心里不服气呢，竟然是干出这等不要脸的事儿来。咱们还是开门做生意要紧，先想办法将这门前的腕儿去去。这事不管是谁做的，若是他继续长歪心眼儿，公子和乔掌柜也不会放过他的。咱们不用管这么多。方姑娘，我们家公子有请。菲儿来了，快里面上座。不知公子有何事找我呢？菲儿，
之前给你订的那批假花，本来是用在其他酒楼的，但如今我有个想法，若是菲儿愿意，可否将以后的做出来的假花全部交给我，由我来找销路，菲儿就不要卖给别人了。虽说我年纪小，但这生意一直是我们兄妹3人在做，这事儿我得回头给我大姐大哥商量一下。其实实不相瞒，若是我们只有公子你一个销货渠道的话，也能赚赚辛苦钱。除非公子给的价格合理，而且公子的销售量能起来，不然就公子一人卖，我们岂不是无法扩张自己的生意？商量是应该的，只是菲儿现在不是还没别的买主吗？不如先帮我做批货，按照原来的价格，若是我卖得好，咱们再签订协议如何？如此也好，反正玉公子对我们方家也照顾颇多，若是想要选合作人，我自然愿意第一个考虑玉公子你的。如此，1个月内帮我再准备一批货，这货我要发往京城的，若是可以，在年前指不定还能大卖一场。如此，那请公子签个订货字据吧，我尽快在这1个月内将你要的货全部赶出来。虽然咱们都这么熟了，我也信得过公子的为人，公子也不怕我拿你的定钱跑路，但是咱们在商言商，一码归一码。菲儿执意如此，那咱们签订一份字据就是。总算是等到你这小丫头回来了，本夫人可是等了你好一会儿了。夫人稀客，不知夫人今日会来，早知我就不出门了。夫人久等了。这都怪我没提前让人来知会一声，冒昧叨扰，害得你大姐都丢了手中的活来陪我了。今日前来，想必你们已经知道我的来意了。我这人不喜欢拐弯抹角，咱们就单枪直入。你们姐妹做的头花，我在银南郡和禹州城卖的都很好，京城江南那边也都送了一些过去。今儿前来就是想要跟你们再预定一批。附近几个县城我的商铺也都分了一些货去，但你们做的那2个款式，仍旧还是有不少人预定，所以我还想再追加一批。另外，刚刚我看到你大姐他们在做新款，我想也要订一些。新款都没问题，这一次我打算一次出7个新款，但以后每月最多一次出2到3款。好好好，这一次你出7个新款我全都要。我也不一次性全部拿出来，每过10天顶多上1到2个新款，你1个月出3个款也差不多了。这价钱还是按照之前那价，但我有个前提条件，小丫头你可得答应我。承蒙夫人抬爱，夫人但说无妨。本夫人就是喜欢你这聪明淡定劲儿，想必你也是早就算计到了。本夫人会来找你继续订货吧。那日观音庙会上，我大姐那摊子上的头花多受人追捧，夫人你又不是没看见，夫人直接说你的条件便是。我的条件是，你们家的头花以后只供应给我可好？我可以跟你签订合同，保证每月订1万朵以上。如此，我这般的诚意，你们2丫头可还满意？夫人这做生意的手腕，真是跟我们姐妹好好学习的。那丫头，你可是同意？我想做的是长期生意，而不是找许多人来买我的货，将市场扰乱。稳定发展我的作坊就行，而不是急功近利。或许以后除了头花，我们姐妹2人与夫人之间还会有许多合作的机会。我同意便是，只是我也想给夫人提一个建议，或许将来市面上流露出许多仿品头花的时候，夫人你也能有对策应对。丫头，你但说无妨。你的意思我懂了，这主意还真是不错。我的客人基本上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自然不会去买别人做的仿品。若是我的东西加上我们萧家商行的头衔，那我锁定的客户也不会流失了。丫头，真是有你的，这意见果然是提得好，我就先多谢了。如此就好，以后我们家出的东西也都会有专有的印记。夫人你在包装的时候，可以在盒子上印上你们萧家商行的独有商标，久而久之，你的那些客人之间自己就会主动去辨别真假，还会帮你仇视那些假货，你的货更是不知不觉中就被抬高了身价。和芳菲交谈一席，萧三娘醍醐灌顶。二妹，以后咱们家1个月就能有那么多进账？哪能啊，只不过是连本带利，成本也在里面的。如此看来，我们得去找一下那丝绸商了。不行，今儿就得去。到了令阳，
可能也天黑了，在令阳住一晚，明儿一早就去那丝绸商的家里。大姐啊，之前我送人的那几朵头花，还有4个款门样品，待会儿我做出来，颜色你看着搭配，你就带着大伯娘他们做，我和大哥一起去跑一趟，明儿将货带回来，咱们也好大展拳脚，放开手干了。不如叫上爹吧，反正爹这2日歇在家里。你们又去哪儿？爹，你去哪儿了？吃饭也不知道回的，这么热的天，看你衣服都打湿了。你们不是想住大房子吗？爹去了村长家，然后就去看砖瓦了。砖瓦先订了一批，几天后就能送过来。这2日选个日子，将地儿看好，就能动工了。看来爹不但要给你们盖大房子，还得给你们盖个作坊才行。如此，你们看这地儿选在哪里合适？菲儿不是要去令阳吗？确定下来，爹和你们一起去，顺便去将盖房子需要的材料该买的一起买回来，也将宅基地的事情落实好。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小香山山脚吧，那边比较清静也安全。阿远，你觉得呢？我没意见，你们说哪都成。你也是这个家的一员，你和他们一样，也甭将自己当作外人，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就是。我真的没意见，你们说哪里都可以。能成为这个家的一员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我也觉得小香山那片不错，身上还有一条溪水下来，洗衣服也方便，那边地儿也宽敞，以后要扩建作坊啥的也能有地儿扩。啊，那成，指不定啥时候你们那几个小的就真的折腾起一个作坊来了。这地儿啊，咱们得先圈起来。好了，爹吃了饭就去村长家说一声，大伙路过镇上还是同你娘也说一声。今儿烈儿和阿元就不去了，爹与菲儿同去就是，留莲儿和朵儿在家，爹也不放心。你们是男子汉，爹不在家，你们得将家里照看好。那我们现在就启程去令阳，明儿一早我去县衙拿到文书，还得找里长过来丈量土地，那边乱石比较多，没人开垦种地，倒是方便买下。好，那就辛苦村长了。那片地儿我看宽敞，这里要25两银子，就帮我买5、6亩吧。剩下的银子，村长你也好打点1、2。你要买多少来着？盖房子哪里要这么多地啊？这比镇上那些3进院子占地还多了啊！那边反正是荒地，既然方便买卖，那就先买下吧。辛苦村长你了，剩下的银子，村长你买点酒喝。成，那就多谢程海兄了。方成海一进来，就看见方飞气哼哼的对着幽冥虎不断的咆哮着。怎么了？悠悠你也敢骂？菲儿，好在你现在还小，以后你要是嫁人生子，管束你孩子的时候也这样，岂不是你的孩子都没自由了？爹，我是那样不开明的人吗？悠悠若是让我大哥练武强身健体，我无话可说，可他打的什么主意啊？他直接想让大哥上战场的。他刚刚还亲口和我说，这一生为何要碌碌无为，不管生死也要去拼搏一场，而男人要拼搏就去战场上。你快听啊，他都说的什么话？别人家的人我才不管，可那是我大哥。这悠悠倒好，居然背着我已经给大哥吃了什么练内力的丹药了，我真的快无语死了。哎呀，菲儿你要知道，人各有命，这事顺其自然吧。你大哥将来要做什么，还得看他自己。只是悠悠光给他吃丹药，应该没啥用处吧？这武功不是要学招式吗？谁来教他？总不会他跟一只猫学吧？人家早就预谋好了。你瞧，这幽冥虎还说是补偿给我的，啥事儿都听我的。你瞧啊，人家连武功秘籍都给咱大哥准备好了。之前我们还说好的，此事不急。他倒好，他先斩后奏了。爹，你说的也对。我之前是有些被现代的思想影响到了，这个时代它本就不安稳，我不该用以前的环境来想这个环境。我不气，大哥学武并不是坏事，也不一定学了就会去战场。既然丹药吃都吃了，我还能让大哥吐出来不成？这本武功秘籍我们回来的时候就送给大哥和二哥，就说我们在地摊上买的，让他们练练强身健体就成，别的就不多说了。这里有男丁，带下去查看户籍，条件合适的直接带走。这究竟怎么回事啊？观察大人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
国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征兵。官差大人误会，误会。我们这一把年纪了，这去战场上也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的。这就算是征兵，也不是这样的呀。士兵根本不听村长的，直接将他和方成海还有车夫抓到了一旁的营帐里。是个小女娃，太小了，放了。大哥，这拿去买点酒喝。我就想问问这是什么情况，我爹他们是不是会被强制带走？没想到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身上随便都能拿出1两银子了。不过看在你如此上道的份上，那就提点你几句。想要让你爹他们出来，至少得一人准备20两银子。朝廷规定，不愿入伍之人，便是上交20两银子充当军费，抵消名额。如今边关战事告急，正是需要人手和军费的。身为大康朝人，那是有义务和责任报效朝廷。你通过忠良不是也预料到此事了吗？只是没想到此事会用这样的方式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吧。你不想让你大哥学武，本身手能理解，毕竟你对于这个时代的认知还不全面。现在经历了这些，你无话可说了吧？我们是该强大。这个时代兵荒马乱的，不只是我大哥二哥。悠悠，你让我们全家都学武吧。哼，你以为谁都有那个天赋？不过很好，你在一点点的成长，早晚有一日你也会从温室中走出来，即便将来没我出手，你也会学会独当一面。虽然你的心理年纪已经在22岁，你能为家里创造财富，但终有一日，你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都将离开你，过上属于他们的生活，而不是你用你赚取的财富来养他们一辈子。他们也要成长，学会面对人生的各种选择和挑战。你若现在都不学会放手，将来你有更多操心不完的事儿。悠悠的一席话让芳菲陷入了沉思。谢谢你，悠悠，是我任性，我懂了。悠悠，你去看看我爹呀，万一是他们对我爹也动刑呢？我听着呢，没方成海的惨叫声，你放心就是。主子，这征兵什么时候是在半道上随便抓人的呀？朝廷何时有这样的规矩？我等为何闻所未闻？放肆！胆敢违抗朝廷命令，公然对将士出手伤人者，纷纷以重责处罚。你们几个是公然没把朝廷放在眼里，找死是吗？朝廷征兵，身为大康子民，大康男儿，为何不配合？既然如此，本将命令你们立即下马，不然休怪本将无情了。哈哈，一群狗仗人势的小人，还敢自称本将？谁给你们的勇气？强抓壮丁的，休要与他们废话。今日这事儿，谁让本将遇到，这事不管都不行。啊，是你啊！悠悠，快抓死他们！闲杂人等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放肆！军将军在此，尔等还不叩拜？哟，丫头是你啊，是不是有缘？大哥，好巧啊！你们家主子是将军，太好了！快管管这些无法无天之人，他们这是拿着鸡毛当令箭，什么朝廷征兵抓壮丁，他们就是借口。刚刚还有个小兵和我讲，想要救出我父亲，除非给20两银子。这乡下人家谁能随随便便的拿出20两银子呀？他们这就是借此机会故意敛财的。你们一看就是好人，你们一定要为百姓做主啊！临阳这种地方，居然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你们这群败类，那是丢朝廷的脸。不知将军在哪个军营任职？你配知道吗？今儿遇到咱们主子，你们死定了！刘毅，将这些人送出去。爹，村长他们呢？不知，刚刚他们让我们交银子，村长反驳了几句，就让人将他和我们车夫一起带走了。大哥，谢谢你们，这里就交给你们了，我们先走了。哈，这丫头倒是个机灵的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你们没事吧？刚刚有人来放了我们，我们赶紧离开。我们没事，只是菲儿，我们就这么走了，真的好吗？无碍，这里交给我们，你们回去吧，注意安全。辛苦壮士了。大哥，
这一次又是我们欠了你们的情，无以为报。我们主子本就是为百姓而战，为百姓做事，是主子分内之事。小姑娘，别放心上。姑娘，真是你，我还以为我看错了。原来是大叔啊，我正好想找你呢。不过这儿不是久留之地，咱们先离开再说。好，好。大爷，今晚上我们想住在你这儿叨扰一晚。进来吧，菲儿，这究竟怎么回事啊？这就是卖布给我的老板，本来明儿我就要去找他的，没想到他和你们一样都被当壮丁抓起来了。爹，你身上的伤可要紧，这嘴角还有血渍呢。那群畜生怎么就配做保家卫国的将士啊？真是太过分了！希望那3人能将他们收拾一顿，也能好好整顿一下这溧阳的风气。你这鞭伤咱们得处理一下，这还是夏天呢，万一是发炎了就不好了。这是溪水，快喝点。方成海自然知道溪水是悠悠空间产物了，倒是不客气，直接喝了一大壶。有这个在，爹没事了。如此，不如爹和你先去取货，明儿回来说不定这边就能进城了。给王家人的药还要配，这事儿也耽误不得。好，和爹分开我也不放心，咱们速去速回，路过溧阳就去将药买了。这修房子的材料，爹你今晚计划计划，咱们一起买回来。去一趟溧阳也奔波，现在外面的世道也不安全，我们最近还是少出门为好。姑娘，你说真的？太好了！嗨，你都不知道，这几日我在这几个县城都跑遍了，也没人要我的布。姑娘，谢谢你了，你这是救了我全家呀！若我再是拿不出银子回去，我家中妻儿和嫂嫂、侄儿侄女们都要被拉去抵债了。你真是我郑家的救命恩人呢！不客气，我也是需要。你那里货可还多？多，还有200多匹呢。姑娘可是要得完？若是能要完，我连卖带送都给姑娘。那就全部买下，免得出来取货又是危险重重。好，那就听爹的，明儿我们早点赶路，争取后日上午就能回村子。好，那村长就让他先在这户人家住着，我去付点银子给那老人家。村长跟我们去取货，也不知路上会不会出现意外，还是留下安全一些。翌日，天不见亮，父女2人和丝绸商还有那个车夫就启程了。当家的，我不要跟他们走。当家的，你快拿银子来还给他们。郑明辉，老子给了你3天时间了，你这是耍着老子们好玩是吗？不止你的妻儿、嫂嫂、侄儿、侄女，今儿我都要带走抵债。你们家这个院子还有10几亩地，也得全归我们。就算是这些家生，那也不够。今儿你看着办，要么你去借，要么你就在这卖身契上签字画押。我给银子，我给，我的布有人买了，我马上收到银子，收到银子就给。就他能一下子掏出500两，哼！再说了，你那些丝绸谁要啊？郑明辉，你就别耍咱们玩了。几位稍安勿躁，我们的确是来买丝绸的，你就先别为难这郑兄弟了。若不是家中遭难，他又不想欠你们的银子，你们远道而来，为了收债也不容易。就算把这些孩子女人带去人牙子，你们倒手也麻烦不是？等下我将货清点好后，把银子付给郑兄弟，你们就可清算了。哼，那些丝绸竟然也有人要，算了，你们快点，我们就在这儿看着你们清点。让你们见笑了，我也是没辙了。现货都在这里，方兄、方姑娘，你们看看需要哪些，我给你们拿就是。你这里总共有多少啊？一共236匹。上次方姑娘你要买的纯色的，一共大概还剩200匹左右。那好，哎，你不是说还有纯白染了粉色的吗？我也要了。剩下的那些印花的，看来也是卖不出去了。
都送给你们了。这不是占郑叔你便宜了吗？你都这么缺银子了，还如此大方。唉，反正拿着也没用。好，那就多谢郑兄了。菲儿，你看这郑明辉做出来的布，虽然卖不出去，但是适合你。爹有个想法，咱们商量商量。爹，你说。你看，郑家这欠下500两银子，就算我们把这些布匹给他们全部买下，他们的银子也不够偿还债务的。而且他们以后打算不做丝绸了，以后你需要这样的丝绸，你上哪儿去买啊？不如这样，咱们让郑家人跟我们回去，和他们签订长工协议，以后你需要什么样的布料，他们就能给你染出来，这也比他们在这种田养活一大家子来的强。咱们也算是能帮他们一点。这郑家人全家上下就靠郑明辉，我想以后日子也是很艰难。而且你也需要这样的布料，他们帮我们做，你也能自产自销了，你也不用为了这些货发愁了。爹，没想到咱们想一块儿去了，咱们先看看再说吧。也不知道我们买布的银子够不够他们还债的。还有，人家或许也不愿意离开这里呢。郑家如今就剩郑明辉一个顶梁柱，我看他媳妇儿还有2个嫂嫂也像是本分之人，还有几个半大孩子，若是签下了他们，咱们做头花的速度也能快不少。这也算是郑家人的另一条谋生之路。待会儿咱们问问他们意见再说，咱们也不强求。最终，芳菲将236匹布的银子全部付给了郑明辉。快起来，郑兄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不必如此。方兄，谢谢你们，若不是你们的话，咱们一家子就完了。我们郑家所有人肯定会被卖的。方兄，28两银子我一定还给你。外面布行也有欠我们银子的，到时候我收到账就还给你们。咱们素不相识，你们却是如此帮兄弟我，这一份情我郑明辉一定记一辈子。谁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，郑兄不必如此，我们也不过是举手之劳。不过郑兄，以后有何打算？难道真的不做丝绸了吗？其实我女儿每月都需要很多这样的布料的，若是你们愿意，就做这样的布料，想必养活一大家子应该也没问题的。目前我们也不知道，但至少现在没有催债的了，这日子也不会太难的。只是做布的材料家中所剩不多了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郑叔，你看这般可行？我家中也需要一些长工，我看婶子们也像是干活的，我每月可以给他们月钱，你的这手艺就别断了。若是愿意，我也可以1个月付你一些月钱，你帮我织布。去吧，刚刚接到县衙的指令，每户人家中有2名男丁以上年满15的，都得出1人应征入伍。若是不去，每家人得交出3两银子的杂税，抵消名额。村长，你说真的？哎，如今你们家也没分家，年满15以上的，合着就你们叔侄3人，这至少也得出1人的。如今你们郑家人丁单薄，还不如让这东家给你凑这3两银子，你们每月还有月钱进账，要养活这一家子也就不那么难了。芳菲已经拿出了3两银子，递到了村长手中。那就麻烦村长帮忙把这名额去掉吧。方姑娘，郑叔，人都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家以前也是被几文钱难过的人。没事儿，我相信郑叔这银子肯定能还给我们的。方姑娘，方大哥，我愿意。你们就是我们郑家的贵人，没你们，我们郑家也就散了。感激的话我就不多说了，我愿意去你们家做工，也不说啥长工了，卖身契我都愿意签订。你们对我们郑家那是有救命之恩，没你们我们就没家了。郑叔，卖身契的事儿就不说了，我们签订个长工协议就是。你们命不该死，你的孩子和侄儿们若是可以，
将来还能去念书呢。若是这卖身契一签下，即便我们不是新黑的主子，但也要毁了他们的前途。若是郑叔和各位婶子愿意，我们签订个长期合约就行。对，我看菲儿这个提议好，只要你们在合约内不犯错，我们也不会追究责任的，你们依旧人身自由。这是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别说是长期的合约，一辈子为方兄和姑娘干活，我们也心甘情愿。村长，我们家的房产和田地，麻烦你帮忙问问，有谁愿意买的？既然如此，这些东西留在村子里，我们也照料不了了。如此，不如全部卖掉。你爹娘和兄长的坟还在村子里，你当真要卖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每年我会回来给爹娘哥哥们扫墓的。这些东西用不上了，若是能换些银钱，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也好生活。嫂嫂，你们可是有异议？若是没有，我们就如此决定了。明辉啊，这些时日都是你为这个家撑着，若是没你，没这位兄台和姑娘，我们都被人带走了。爹娘说过，咱们不分家，你们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。大庆哥呀，你说方家人现在有钱了，会不会和咱们将小宝一抢到底呀？算命先生说了，小宝和咱们的八字合，3年内必定招个亲生儿子来。这眼看都快第3个年头了，咱这肚子怎么还没动静啊？这节骨眼儿可不能让方家人使坏啊！就算没动静，算命先生说他还能给咱们考个状元回来呢。我可不想咱们付出的心血和钱财都打了水漂啊！不然咱们给小宝换个私塾，咱们把田产房子卖了，去别的地方生活。不是还有1年吗？指不定你就怀上了。方家人敢来，再来我就打断他们的狗腿。凭什么老子付出这么多，就让他们来收获？明儿我要出趟镖，走禹州城，大概7、8天就回来。这一趟回来还能赚几钱银子，到时候我们搬到另外一个镇上，反正这个村子里的人都看老子的笑话，方家人也时不时的找上门来，办就办。大庆哥，你总算是想明白了，只是你爹娘那边要如何交代啊？为何要跟他们交代？当初是他们嫌弃你不能生，咱们成亲才2年，就逼着我休你再娶，要不然就把咱们扫地出门。若不是我用命去走镖，我们这日子根本没法过下去。到时候小宝考了秀才，中了举人，我一定要回村，让他们好好看。不，算命先生说过，小宝来咱们家，不出3年你肯定怀上。到时候等咱们的亲儿子出生了，老子就回来办满月酒。这房子咱们不卖，老子以后还时不时就回来显摆显摆，让那些个嘴巴淬了毒的杂碎们好好看看，我王大庆一样能生儿子。我王大庆就算是收养了一个别人不要的儿子，那也是块读书的料。好，那大庆哥，你现在就去村长那里走一趟，将咱们家的这10亩田地挂出去。等你走镖回来，咱们就能离开了。莲儿妹妹，乖乖的别叫，你也不是第一次了吧？知道哥哥要做什么，你就乖乖的别乱动就是，事后哥哥肯定对你负责。待会儿哥哥回去，就让人去你家说媒，以后啊你就跟着哥哥过，做哥哥的媳妇儿，看看村里人谁还说你是非。你这女人胆子还真大，这个时候还不跑，是要等别人看见吗？不关我的事儿，是他想欺负我的。把东西拿上，快走！这里交给我。真是被吓傻了，再不走，我也不管了。谢谢公子。你是谁啊？你找死啊！哼，败类！你个畜生玩意儿！今儿算你命大，
下次再敢做欺负良家女子的事儿，看本公子不废了你的命根子！你个小白脸，是那个贱人的奸夫吧？你们敢这样算计老子，你们给老子等着！你这个败类，想毁人家女子名声不成，还想怎样？今儿遇到本公子，算你倒霉！莲儿，你怎么了？你跟娘说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你别吓娘啊！你说就是了，不管是谁，娘去给你报仇。我好像杀人了。没事的啊，莲儿你别怕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有爹娘在，你别担心。听着自家闺女的讲述，颜柳气得双眼赤红。什么？这狗日的张二，老子杀了他！娘，你先冷静。大姐说她已经把那个畜生给打死了。对，这种祸害呀，死有余辜。莲儿别怕，就算是事情败露，那也是张二过错在先，你这属于正当防卫，不会有事的。娘，我出去看看，也或许除了那个公子，真没人看见。哎，你别去，娘亲自去。另外，莲儿说了，除了那个公子，一路上他也没遇见村里的人，或许真没有人看见莲儿你去过河边。若是有人问起，你们就说今儿是娘一早去洗的衣服。娘，不行，你是想帮莲儿顶罪吗？不可，莲儿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傻孩子，你还年轻，你将来还要嫁人呢，你的名声可不能被那个畜生就这么给毁了。就算东窗事发，娘也不会有事的。县太爷最多是判娘一个正当防卫过当，罚点银子的事儿。况且你不是说没人看见你吗？咱们指不定啊都不会有事儿。把你大妹看好，不许她出来。娘，我是男孩子，我可以不要名声的，我去。胡说！你们是不是想气死我？你们还有没有将我这个当娘的放在眼里？丽儿、阿元，将来你们还要去读书，你们都不许有事儿。娘也说了，娘只是出去看看。你们要是再敢废话，小心我发火了啊！颜柳走的小路，背上依旧背着一背篓的衣服，佯装去河边洗衣服。张二，你这是干啥坏事了？哎，是不是去爬哪家的墙角被人给揍了？别说了，老子这是撞破了人家的好事儿，被人威胁了一通不说，还被狂打了一顿，倒霉死了！你还看笑话？啥？你撞见谁的好事了？哎，快说说，这人也忒不地道了吧？干了坏事还敢威胁人不往外说，这有脸干还怕人家说呀？我看这样的人呐，就应该拉去进猪笼沉塘。还能有谁啊？方莲那贱人呗。王桂花说的没错，那就是一个贱人，一个破鞋。在给人家当丫鬟的时候，就勾搭人家家里的少爷，这不才回来几日啊？那大户人家的少爷都舍不得他那股骚劲儿，找上门来了。就刚刚他们俩还在河边被我撞见了，我被发现后就打了我一顿。本来这事儿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，毕竟不关我的事儿。谁知道那一对奸夫淫妇太过分了，把我的额头砸破就算了，那奸夫还把我的牙给打碎了一颗。不会吧，张二，你该不会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吧？你这样坏人家方莲的名声，信不信方成海打死你啊？这是千真万确。哼，他们敢做还怕人说呀？要不然你说我跟谁有这么大的仇恨，会将我打成这样？这周恒怎么也回村了？好些时间没见到他了。他们这家人搬到镇上去后，顶多就清明节会回来呀。就是那中间的那个男人，方莲的相好的。不行，我得躲躲，毕竟人家有权有势，我可招惹不起。只是他没想到的是，一进家门口，家中已经有2个不速之客等着他了。村子里悄悄说方莲是非的人自然不少，张婆子护犊子的紧，这样的话哪里听得，避免不了的。方家的女人一出场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再一次的将王桂花和张春香打了一顿。张婆子，
有种给你孙女验身呢！只要她是清白的，老子跪下给她认错道歉。再说了，你以为只有我们俩说吗？全村人都知道方莲这贱人干的好事了，你们方家人打我们又怎样？反正也摆脱不了你家孙女是个破鞋的事实。就是，方莲这个破鞋，有她在村子里，咱们整个小沟村的名声都被她给败坏了。以后咱们小沟村的闺女，谁家还敢娶呀？依我看呐，就该将他们方家人全部赶出小沟村。给你脸了，这事儿我一定会查清楚是谁带头造谣的。你们给老婆子我等着，别以为一张嘴长在你们身上就可以任由你们胡乱安排。老婆子现在就去县衙告你们污蔑良家女子的清白，你们一个个的等着，到时候我看你们嘴巴还敢不敢这么臭。都说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，你们这些人真是闲的没事儿。你们家那就没女儿孙女吗？一些捕风捉影的事儿就随便逮着个小姑娘说。谁都知道，女子的归玉相当于她的命，奉劝你们积点口德，指不定什么时候报应就在你们的身上实现了。我们方家的闺女也是任由你们这些妇人编排的。哼，当我们方家没人了是吗？张氏，你把说莲儿坏话的人记住了，我这就让人去县衙报官，让县太爷将这些人拉去，好生审问一下。请祖曾祖父为莲儿主持公道。莲儿不愿因自己连累到整个方家家族的女子，莲儿要将这些毁我名声之人全部送入大牢。莲儿愿意去县衙验身，以证清白。周兄，你们村子的人都没事干的吗？怎么都聚在一块唠嗑的？就是他，就是那个人，方莲的男人。张二说的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，就是张二说的。你们不信，就是将张二抓来啊。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了？你就是方莲的男人。公子，张二说早上他看到你和方莲在河边偷偷做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公子，你别光做却不敢承认啊。孔兄，这些人什么意思啊？博士，你休得血口喷人。这公子是谁我都不知道，如此你还是要污蔑我，那就请县太爷来主持公道吧。你是大婶，怎么张口就胡说八道呢？你可是知晓祸从口出的严重性。你这样说，本公子可以去告你的。你是亲眼所见，还是有凭有据的？况且我与这位姑娘素不相识，我是昨晚才与同窗周恒一起来的这个村子，你如此毁我名声倒是无碍。你这样说，要是那个姑娘被你害得想不开去寻死，你可就是背上一条人命了。你们实在恶毒。文婶子，我同窗说的句句属实，你如此污蔑别人的清白，意欲何为？去将张二抓来，若是这造谣因他而起，那就带上，一起送去县衙。方家家族的人也不管张二死活，直接将人带去了现场。张二，是不是你与文氏说方莲和这位公子有染的？哼，就冲着你这张嘴，那你也该去县太爷面前去说说。姑娘，你休要生气，这人颠倒黑白，那就送他去县衙就是。在下也愿一同前往，以证我们的清白。好，那就麻烦公子了。不关我们的事儿啊，我们也是听文氏说的。他还想推卸责任，可方家家族的人已经懒得听他们废话了，直接捆了。县太爷判了张二50大板，收监6个月，判了王桂花妯娌2人和文氏各自50大板，收监1月。王桂花和张春香还有文氏纷纷给方莲跪下，求方莲原谅他们。王桂花，你又不是第一次用这张嘴巴毁我清白，叫县太爷让人给我验了身子，我方莲就是清清白白的，凭什么你轻飘飘的一句对不起我就要原谅你？我只恨当初太软弱，只恨我当时没拉你来县衙，你的对不起已经晚了。公子，今日的事情给你添麻烦了，若不是你仗义出手，也不会连累你也走这么一趟。婶子客气了，如此之事，换作是谁也不会做到袖手旁观的。不过姑娘也是有胆识之人，不然寻常女子遇到此事，恐怕都要寻死觅活了。但结局如此，
也算是令人欣慰的事了。婶子需要再客气了。婶子，那小红虾可是你做的，还有那松鼠鱼，还有那绝味烤鸭。都是我做的，到时候周恒你也一起。好的，严婶子。那就不打扰你们休息了，我们先回去了。芳菲父女二人快马加鞭地赶回溧阳。一进了县城，三人各自分开，忙各自的去了。你这女娃说过要把采来的药卖给老头子我的，怎地都过去这些天了，也不来卖药材了，这一来咋还空着手呢？老爷子你急什么呀？我今儿来就是想问问你收不收野生百年老山参呢？又想忽悠我年纪小，那就看你出什么价格喽。你有百年老参？你们店没有吗？看来得老值钱了吧？谁说我们店没有？我们店可是有2株的，年份都在100年以上，还有1株品相上乘呢。丫头，把你的老山参拿出来，让老头子我瞧瞧，绝对这价格不会亏待你。咦，你又想压我的价，我才不上当呢。你说说看，你们店的百年老山参多少银子1克啊？这野山参不稀罕，但100年以上的就算是极品。丫头，你若是挖到1根，反正足够你们家人吃喝半辈子了，品相是可以的，100-200两都不是问题，品相一般的几十不到100两。看货咱不解，你先让人帮我把这药给抓了吧。丫头，你这是在忽悠老头我呀？没有没有，我这么老实巴交的样子怎么会忽悠你呢？只是这一副药材真需要野山参，我找到的是一整根的，我可不舍得切了，切了卖就不值钱了。您老就先让人给我抓药吧。你这丫头还说你老实，这上面都得去半条野山参了，我这整条的切了也没以前值钱啊。算了，这野山参反正极少人家要买一整条的，我也要配药用，如此卖给你就是。只是你这药方子谁给你的？这可是一绝呀，这方子可都禁用几百年了，一般的大夫可都不敢开的。你这丫头胆子真大，谁给你开的？你也敢给你家人吃？这人是个饮食高人，这药是给我一个成亲了10几年都未曾怀孕的婶子吃的，这人命关天的事儿我自然清楚，还得负责。您老帮我抓药就是。好，这可是你要抓的，到时若是出了什么事，可跟老夫的药铺无关。好，与您老无关，与您老的药铺无关。好了，老夫刚刚也跟你说过这野山参的价格，这一副药材可是不便宜，其他的都好，就这野山参可得花不少银子的。您老说说，是真的太贵了，我还不一定买得起呢。老夫就同你说句实话吧，老夫的药店的野山参品相一般，所以20克的你就给个65两银子便是，加上其他的药材，你给个67两3千。药童一走，老头就迫不及待地催促芳菲赶紧的将他的野山参拿出来。您老都说这野山参珍贵了，我想了想，还是不卖了。你这丫头好生不厚道，你耍着老头我好玩啊！您老都说这玩意儿珍贵，我自然得留着家中备用了，指不定什么时候还能救我家人一命呢。银子重要，但有银子都不一定买得到，我自然得考虑孰轻孰重了吧。听见芳菲的话，老头肺部都快气炸了。买好东西，芳菲便是直接去了县衙后院。上次婉傲兰如此帮他，他还没有好好的感谢人家。菲儿妹妹，你怎么不直接进去啊？我可是与门房说过的，你来了直接带你进去的。婉小姐，我今日是来办点事情的，马上就要回去了。我给你送几朵我做的头花来，你和你母亲都适合的花型啊。菲儿妹妹，这些头花好漂亮啊！上次我买回来送我母亲日日换着颜色戴在头上呢，她也喜欢的不得了。谢谢菲儿妹妹，只是为何每次你来都是匆匆忙忙的？我何时才是与你好生玩耍一番呢？最近家中事儿多，还要忙着盖房子。等我们家新房盖好了，婉小姐可以去我们村子玩耍，到时候我让我娘给你做好吃的。
我陪你好好玩。那咱们就如此说定了，到时候我就去你家玩几日。菲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婉小姐，这是我们村的村长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得回去了。下次来县城再来看你。大叔好，既然你是菲儿妹妹的村长，那菲儿妹妹就交给你了。这芳菲是走了什么狗屎运，居然和人家堂堂县令家的千金都成了姐妹？应该的，菲儿你怎么和县令家的千金如此熟络？摆摊的时候认识的。对了，村长说，那地契你可办下来了？办下来了，回到镇上，我再去里长那里走一趟，应该明儿就有人来丈量土地了。辛苦村长叔了，这么热的天，让你跟着跑了几天。待会儿和我爹会合，我们就去吃一顿好的，再回去。楼上一位，这是酒楼啊，一进去好几百文甚至1两银子就没了。换地儿去对面那包子铺吃几个肉包子也成了。喂，就咱们3人能吃多少？这几日让村长你帮我办事，都害你差点被抓了壮丁，这顿饭就当是我犒劳你的。村长叔，咱们进去吧，吃了饭咱们也好早点赶路。方姑娘，小二哥好，我们就3个人，准备个5菜1汤就成，全要硬菜。好嘞，方姑娘里面上桌，我马上去传菜。村长看了看芳菲，